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26章。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，两个朋友到了那棵死树旁边，他们去找工具。汤姆很想去那个闹鬼的房子，哈克也想去，但是他很小心。突然，哈克说：“汤姆，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？”汤姆想了想，然后吃惊地抬起头。啊，我没有想到。我也是，但是我突然想到今天是星期五。真糟糕，我们要小心。也许我们今天不去那里，是好事。也许，一定是，也许有些日子运气好，但是星期五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。我说我是第一个吗？而且，不只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五，我昨天晚上还做了一个不好的梦。我梦见老鼠。不好，这是有麻烦的信号。他们吵架了吗？没有。那是好事，哈克。他们不吵架，只是表示有麻烦要来了。我们要小心，避开它。我们今天不要去那里了。我们玩吧。你知道怎么玩罗宾汉吗？不知道。罗宾汉是谁？他是英国最伟大的人之一，也是最好的人。他是一个强盗。太好了，我希望我是他。他抢谁的钱？他只抢警长、主教、有钱人和国王的钱。他从来不抢穷人的钱。他很爱他们。他总是把钱分给他们，一分钱也不留。那他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当然，他是最棒的人。他一只手就可以打败所有英国人。他可以用弓箭射中1英里半以外的硬币。弓箭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它是一种弓。如果他只射中硬币的边，他就会哭，还会骂人。我们玩罗宾汉吧，很好玩。我教你。好。他们玩了一下午的罗宾汉。他们总是看着那个闹鬼的房子，想着明天会发生什么。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他们回家了。星期六中午以后，他们又到了那棵死树旁边。他们在树下聊天，然后挖了最后一个洞。他们没有很大的希望，因为汤姆说，很多人在快要找到宝藏的时候放弃了，然后别人来了，一下就挖到了。但是这次没有成功，所以他们拿着工具走了。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。他们到了那个闹鬼的房子，那里非常安静，让人害怕。那个地方很孤独，让人失望。他们有点儿害怕进去。然后，他们偷偷地走到门口，害怕地向里面看。他们看到房间里没有地板，长了很多草，墙没有粉刷，烟囱坏了，窗户没有关，楼梯也坏了，到处都是蜘蛛网。他们轻轻地走进去，心跳得很快。他们小声说话，注意听声音，准备逃跑。后来，他们不那么害怕了。他们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地方，很惊讶。然后，他们想去楼上看一看，上去就不能很快逃跑了。但是他们互相鼓励。最后，他们把工具放在一个角落，然后上楼了。楼上也很破旧。他们在角落里找到一个小房间，他们觉得里面会有秘密，但是里面什么也没有。他们已经不那么害怕了。他们准备下楼，开始挖宝藏。但是，嘘，汤姆说。什么？天哪！快跑！别动！哈克，有人来了。他们向门口走来。他们躺在地上，看着地板的缝，害怕地等着。他们停下来了。不，他们来了。他们就在那里。别说话，哈克。天哪，我希望我们不在这里。两个人进来了。他们心里想，那是那个又老又聋的西班牙人，他这几天来过几次镇上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另一个人。另一个人很脏，不好看。西班牙人穿着一件衣服。他有白色的胡子和头发，戴着绿色的眼镜。
他们进来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在小声说话。他们坐在地上，面对着门口，背对着墙。说话的人继续说话。慢慢地，他的动作越来越大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But you're cool， 他说。我想好了，我不喜欢。太危险了。危险。那个又老又聋的西班牙人小声说，让孩子们很吃惊。胆小鬼。他的声音让孩子们很吃惊。他是印第安人乔。他们安静了很久。然后乔说，没有上次抢劫那么危险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。哪不一样？在河的上游，附近没有别的房子。如果我们失败了，没有人会知道。好吧，白天来这里更危险。如果有人看到我们，他们会怀疑。我知道。但是在上次抢劫以后，没有别的地方了。我想离开这里。我昨天想走，但是那些孩子在那里玩，我不能走。那些孩子听了以后又害怕了。昨天他们想起来今天是星期五，没有去那里。真是太好了。他们很后悔，没有明年再去。两个人拿出吃的，吃了午饭，安静地想了一会儿。乔说，听我说，你回你的家，你在那里等着，听我的消息。我再去镇上一次，看看情况。如果情况好，我们就去抢劫，然后我们去德克萨斯。我们一起去。那个人同意了。然后他们开始打哈欠。乔说，我很困。你看着。他躺在草里，很快就开始打呼噜。他的同伴推了他一下，让他安静。然后那个人也开始打瞌睡，最后他们都打呼噜了。孩子们很高兴。现在是我们的机会。汤姆小声说，我们走吧。我不能，哈克回答，如果他们醒了，我会死的。汤姆想让他走，哈克不想走。最后，汤姆慢慢地站起来，小心地走了。但是他走第一步的时候，地板发出很大的声音，他又躺在地上了。他不敢再试一次。他们在那里等着，觉得时间过得很慢。最后，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太阳快要下山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呼噜声停了。印第安人乔坐起来，看了看周围，然后对着他的同伴笑了笑。他的同伴的头低着，他用脚踢了他一下，说，起来，你真是个好哨兵。但是没关系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天哪，我睡着了吗？睡了一会儿。我们该走了。我们怎么处理剩下的钱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像以前一样把它放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带着它到南方去的时候会很重，650美元的银币很重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来。不，但是我们必须晚上来，像以前一样，这样更好。是，但是也许很久以后我们才能找到机会抢劫，也许会发生意外，因为这个地方不太好。我们把它埋起来，埋得很深。好主意。他的同伴说。他跪着穿过房间，拿开一块石头，拿出一个袋子，里面发出钱的声音。他拿出20或30美元给自己和乔，然后把袋子给乔。乔跪在一个角落里，用刀挖洞。孩子们忘记了他们的害怕，他们看着乔的每一个动作。太好了，他们不敢相信，600美元可以让6个孩子变成有钱人。那是最好的藏宝地点，他们不用再担心在哪里挖了。他们互相使眼色，那些眼色很容易理解，意思是，你高兴吗？乔的刀碰到了什么东西。啊，他说，那是什么？他的同伴问。一块烂木板。不，是一个盒子。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。他把手伸进去，很快又拿了出来。天哪，是钱！他们看了看那些硬币，是金币。楼上的2个孩子也很激动。乔的同伴说，我们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。在那边的角落里，在烟囱的另一边，有一些旧工具。他跑过去，
拿来了孩子们的工具。印第安人乔拿起工具，仔细地看了看，摇了摇头，小声说了一些话，然后开始挖。他很快就挖出了那个盒子，盒子不大，用铁加固了。两个人高兴地看着宝藏。伙计，这里有几千美元。印第安人乔说。有人说，莫雷尔的人夏天来过这里。那个人说，我知道。乔说，这可能是他们的东西，你不需要再抢劫了。乔皱着眉头，你不了解我，他说，你不知道这件事，这不只是抢劫，这是报仇。他的眼睛里闪着光，你需要帮助我。事情完成以后，我们就去德克萨斯。你回家和你的家人在一起，准备好，等我的消息，好吧？如果你这么说，我们怎么处理这些钱？再埋起来吗？给信塞信些。楼上很高兴，不行。楼上很失望，我忘了，这些工具上有新鲜的土。楼上很害怕，谁把工具拿来的？他们在哪里？什么？埋在这里，让他们回来，看到地板被挖开了。不行，我们把它带到我的藏身之处。当然，我们应该早点儿想到。你想到1号藏身之处了吗？不，是2号，在十字架下面。另一个地方不好，太多人知道了。很好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印第安人乔走到窗户边，小心地看着外面。然后他说，谁会把工具拿来这里？他们会不会在楼上？孩子们不敢呼吸。印第安人乔把手放在刀上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转过身，向楼梯走去。孩子们想到了那个小房间，但是他们没有力气了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孩子们很害怕，他们快要冲到那个小房间里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了木头断裂的声音。印第安人乔从楼梯上掉了下来，他站起来骂人。他的同伴说，有什么用？如果有人在楼上，让他们在那里，我们不在乎。如果他们想下来打架，我们也不怕。15分钟以后，天就黑了。如果他们想跟着我们，就让他们跟着。我觉得把工具拿来这里的人一定以为我们是鬼。乔抱怨了一会儿，然后同意了。他们应该利用剩下的时间准备离开。一会儿以后，他们离开了房子，走在越来越黑的黄昏里，带着那个盒子向河边走去。汤姆和哈克站起来，他们很累，但是他们很高兴。他们看着那2个人离开，跟着他们。他们没有力气。他们走回村子，他们没有说话。他们很生气，他们很后悔把工具带到那里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乔就不会怀疑，他会把钱藏在那里，等到他报了仇，再来拿钱，然后他就会发现钱不见了。他们真倒霉。他们决定监视那个西班牙人，看看他什么时候回村子，然后跟着他到2号藏身之处。然后，汤姆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报仇。他说，会不会是我们？哈克，别说那个。哈克说，他快要晕倒了。他们讨论了这件事，他们觉得乔可能说的是别人，或者他只是说汤姆，因为只有汤姆说了话。汤姆觉得只有他自己有危险，这让他很不高兴。如果有人和他在一起，情况会更好。